伊朗总统莱西14号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为期3天的正式国事访问。这是莱西自2021年就任伊朗总统以来首次访华。当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伊朗总统莱西举行会谈。13号傍晚，莱西在德黑兰机场启程前往北京。他在临行前发表讲话，介绍他此行的计划和安排。سند راهبردی 25 ساله‌ای که بین ما و کشور چین به امضا رسیده اجرایی شدنش در این سفر دنبال خواهد شد。莱西表示，伊朗和中国在很多地区和国际问题上有共同的观点，都反对单边主义和制裁。两国都是上合组织的成员，这将有助于巩固两国关系，发展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با کشور چین مواضع مشترکی داریم در مقابله با یک جانبه گرایی. مواضع مشترکی داریم با چین در جهت داشتن استقلال سیاسی در جهان و این مواضع مشترک ما رو。去年在上合组织萨马尔罕峰会期间，习近平会见莱西时提到，中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伊关系。实际上，中伊在2016年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1年，中伊签署了一份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计划，双方计划在能源、安全、基础建设和人文交流等领域建立广泛合作关系。中国是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根据伊朗海关统计，在过去的10个月中，伊朗对中国的出口达到126亿美元，进口达到127亿美元。双方呢，就是在能源合作上可能会达成一定的具体的协议，再有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会达成一定的协议。可是，在目前的这种局面呢，就是比较复杂。美国和欧洲这些国家持续的对伊朗实施制裁，因此我觉得就是双方这次莱西总统访问达成的任何协议，应该是可行性比较高的，任何协议对于伊朗的经济发展来讲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法新社指出，中国是伊朗核问题多边对话的重要一方。中方在多个国际场合强调，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是新世纪多边外交重要成果，是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支柱。但美西方对莱西访华表示惊讶。在特朗普撕毁伊核协议之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变本加厉，美西方舆论也对中伊发展正常外交关系表现得阴阳怪气。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予以驳斥。中国同伊朗两国关系友好，双方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中伊两国人民的福祉，有利于维护和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不针对第三方。事实上，中国与伊朗深化合作有着反霸权、反霸凌的特征。有声音指出，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体系带有对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霸凌和剥削的设计，这对非西方国家来说无疑是重大挑战，需要形成合力予以抵制。一般来讲，他们会自然地想到，中国和伊朗都是受到美国打压的，都面临着比较复杂的外部环境，双方走近，双方的合作有这个抱团取暖的这种味道。显然，这个呢就是想的太多了，就是中国和伊朗合作起来，联合起来，同美国对抗，同欧洲国家对抗，完全不是这回事儿。只不过不赞同他们对伊朗实施的这种严厉的制裁。环球时报13号刊发社评指出，中伊关系的发展有着强劲内生动力。这些年，中伊合作的成果有不少都是在排除、克服美方干扰和破坏的情况下取得的。短期内，这种状况可能难以改善，但在美西方集团及其辐射圈之外，各国包括中伊之间互利共赢的合作空间和潜力都是巨大的，也将是美西方政治力量无法阻挡的。美方这样的零和思维既蛮横无理，也十分霸道。中伊用不着看他们的脸色行事，更不可能因为有人不高兴就减少来往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14号起访问欧洲4国，并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多边安全政策会议场合，中国高层届时将结合会议主题介绍中方立场，全球舆论对此高度关切。此外，有外媒放出风声，表示美国和日本外长也想在慕安会期间寻求与中方互动。在2月13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介绍，应法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俄罗斯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将于2月14号至22号访问法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俄罗斯，并应邀出席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中国专场活动上发表演讲，宣介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阐明中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结合会议主题就重大国际问题介绍中方立场。王毅这次访欧行程受到外界高度关注，涵盖了欧盟3大重要国家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还包括东欧重要国家匈牙利，并将访问俄罗斯。法国国际广播公司指出，欧洲局势正在发生巨变。1月中旬，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年会并发表致辞。而王毅此次到访欧洲，将有助于双方增进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理解。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共20大之后，欧洲掀起一波对华外交小高潮。去年年底，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相继访华。据悉，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将于今年春季访问中国。而匈牙利则一直是中国在东欧地区的最为友好的国家。王毅此访将巩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机制，以及在欧洲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都有着正面和积极的作用。很明显，移除障碍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其实我们会观察到，近些年当中欧关系出现一些障碍的时候，有一些障碍对于双方关系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是呢，双方同样希望找到解决问题的出口。随着美国印太战略实施以及美方强化盟友管理，近年来中欧关系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欧洲议会在2021年就宣布暂停审议中欧投资协定，但去年以来，欧方多次表达希望推进中欧投资协定的意愿。去年底访华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就在北京表示，欧方愿同中方继续推进欧中投资协定的进程，增强供应链稳定互信，深化欧中各领域互利合作。实际上，2021年起，中欧贸易额就突破了8000亿美元。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中欧已经形成了战略性依赖，这让中欧关系具有强大的韧性。欧洲舆论注意到，在这次出访欧洲前夕，王毅表示，中欧合作关乎全球格局稳定和亚欧大陆繁荣，友好是中国对欧政策的主基调，合作是中国对欧政策的总目标。中方乐见欧洲加强战略自主，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希望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同欧方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基础上，继续妥处矛盾和分歧，加强战略对表和务实合作。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近日也公开提议，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双方7年艰苦谈判的成果，双方都显示了巨大的灵活性。我们应该向前看，一个办法就是双方同时解除制裁。中方也很务实，如果出于某些原因同时解除制裁行不通，中方对欧盟其他提议持开放态度。中方等待听取欧方的提议。从中方的视角来说呢，我们对于与欧方接触，首先是开放的，也希望通过接触能尽量的减少一些误解，也希望欧洲能够看到的是，如果使中欧关系进一步的稳定，摆脱一些不必要因素的影响，更多的促进欧洲方面在战略外交方面的自主性，使欧洲能够更好的抓住发展机会。那么中国在开放合作的过程当中，也希望欧洲能够与我们相向而行。近期，一些美西方舆论恶意炒作中俄正常外交关系，不断发表抹黑言论。在13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重申，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俄关系稳步发展，将为世界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中方愿以此访为契机，同俄方一道推动双边关系继续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方向稳步前进，维护双方的正当权益，为世界和平发挥积极作用。
尤其是近一时期，很明显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美国所进行大国竞争，采取这种绑定的套路，把俄罗斯先定义成欧洲面临的主要的威胁，然后对中俄之间的关系进行绑定，试图使欧洲能够跟随美国的步伐，对中国形成战略围堵。这是大家已经看得非常清晰的套路。值得注意的是，王毅还将出席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的临时性外交安排也受到国际社会关注。除王毅外，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国务卿布林肯、德国总理舒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日本外相林芳正等人也确认出席慕安会。日本共同社称，林芳正将寻求与王毅在会议期间简短交谈。路透社及彭博社13号分别引述消息称，布林肯和王毅可能在慕尼黑会面。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则表示，暂时没有确认消息可公布，但美方愿意在符合利益的情况下与中方进行对话。美国《纽约时报》文章指出，气球事件虽然被认为是一出闹剧，但却令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高度担忧，区域国家也对中美起伏不定的竞争态势感到不安。因此，中美高层会否在慕安会期间实现互动，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从中方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是持开放合作的态度的，是希望通过对话进一步的推动中美关系走向稳定，能够使双方关系重回正轨的。这一点我觉得中美之间是有共识的。但是很明显，另外一个因素是对于中美之间高层级交流造成影响的，恰恰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尤其是党争以及美国国内的反华的情绪，致使双方之间在沟通的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障碍。当地时间13号，美媒爆出有关本月10号至12号美国军机在美国和加拿大上空击落的3个物体部分细节。美方当天承认，这些被击落的物体对情报监视工作贡献有限，也不会对地面上的任何人构成任何军事威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4号的记者会上继续披露有关美方高空气球飞越中国领土的相关信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五角大楼当天发给国会议员的一份备忘录显示，11号在加拿大领空被击落的物体似乎是一个小型的带有金属的气球，下方附着有效载荷。此前，该物体被描述为圆柱形物体。报道还提及，备忘录中有关12号于美国密歇根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之间休伦湖上空被击落的物体称，该物体被击中后缓缓下落入水。备忘录还称，10号在阿拉斯加上空被击落的物体有一辆小汽车大小，与此前被击落的中国无人飞艇不同，但目前没有关于这个物体的进一步细节，包括它的全部功能、用途或来源，不应假定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有关联。同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承认，中国不大可能借助气球收集情报。We assessed that at this time, these balloons have provided limited additive capabilities to the PRC's other intelligence platforms. 我觉得美方承认气球的这个能力有限，是它不同的部门中间的，就等于说有一派想要降温的这一派，它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到了今天，连续打了好几个气球以后，这个事情其实陷入了一个无法收场的这么一个状态，当做一个把事情逐渐降温，并且让这个事儿过去的这么一个机会。外界质疑，美加两国官方都没有就被击落的物体的能力、目的或来源做进一步说明，也没有说明击落它们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这种态度模糊的做法，进一步激发了美国媒体与舆论的猜疑与炒作。当地时间12号，在被媒体问及这些不明物体时，北美防空司令部司令范赫克称，目前没有排除任何可能性，包括来自外星人。Have you ruled out aliens or extraterrestrials, and if so, why? I haven't ruled out anything at this point. We continue to assess every threat or potential threat unknown. 但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否认了涉及外星人或外星人活动的传言。There is no indication of aliens or terrestrial activity with these recent takedowns. I'm just, I loved E.T. the movie, but I'm just going to leave it there. 环球时报13号社评指出，有美国媒体说，位于事发区域的油田经营者可能会在作业中使用无人机和气球，还有美国气象学家表示有一个气象气球失联。这些都让人猜测，美军这次是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然而，显然华盛顿更在意的是击落本身。白宫和五角大楼都希望尽快击落这个物体，以减少在面对可能威胁时给外界任何犹豫或软弱的感觉。至于它是不是本国的、有无威胁等等，都打下来再说。这显然不是符合常理和逻辑的做法。它并没有一个说从全局的角度讲，或者说从这个更宏观的中美关系的大局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说这个事情，是否影响中美关系，而是完全的陷入了这个说，只要有气球就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这样一种特定的，其实完全错误的这个话术里面，然后为了去应对这个话术去做一些这种被动的这个应激行为，我觉得这是美国当前的政府没有一个通盘的外交考量，没有一个这个完全为他国内的舆论所裹挟，缺乏这种这个外交智慧的这样一种体现。在13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披露，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监控侦察国家，美方气球非法进入别国领空，司空见惯。单在去年以来，美方高空气球未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10多次非法飞越中国领空。但随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在接受美媒采访时予以否认。There is no U.S. surveillance aircraft over Chinese in Chinese airspace. 而在14号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继续披露了有关美方高空气球的相关信息。自去年以来，具体的说，自去年5月以来，美方未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在美国本土放飞多个高空气球，持续进行全球环行，至少10多次非法飞越中国以及相关国家的领空。美方应当对此进行彻查，给中方作出解释。近来，许多外媒都对美国这种政治秀表示嘲笑和质疑。韩国 NewsOne 网站称，中国制造高空气球仅需350美元，而 F-22每小时的飞行费用高达7万美元，击落气球发射的导弹每枚价值38万美元。许多网民都在嘲笑美国使用昂贵导弹攻击中国便宜气球的做法。俄罗斯电视台则引述俄联邦委员会议员普什科夫的话称，美国为何对气球和不明物体如此歇斯底里？美国一个接一个的击落不明物体，它们一会儿是圆的，一会儿是圆柱形的，最新的甚至呈奇怪的八角形。美国政府企图通过这些奇异事件转移国内民众对拜登支持率低迷、经济衰退等方面的不满。汪文斌在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已经多次表明，美方动用武力袭击中国因不可抗力误入美领空的民用无人飞艇，是明显的反应过度。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媒体戏称，美方是在用高射炮打蚊子，是荒诞又昂贵的大型政治行为艺术秀。我们也提醒美方小心用力过猛，闪了腰。而英国近来也开始跟风美国炒作中国间谍威胁。英国防大臣华莱士称，英国将对领空进行安全评估。英国首相苏纳克13号在受访时表示，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持英国免受所谓间谍气球的影响。We have something called the Quick Reaction Alert Force, which involves Typhoon planes, which are kept on 24/7 readiness to police our airspace, which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13号，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也渲染说，美中两国最近发生的气球事件表明，北约必须提高警惕。对此，汪文斌回应称，北约方面的有关言论纯属恶意臆测、蓄意抹黑。中方敦促北约停止对华无端指责，停止制造假想敌，不要扩张越权，为国际和平稳定多做些实事。前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考斯甘认为，气球事件表明全球正在面临不确定性的未来。围绕气球的争端虽然是闹剧，但迎合了美西方舆论多年来一直描述的中国威胁论，并将之具象化。此外，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官员称，在气球事件以来，负责侦察导弹和敌方飞机的美国雷达监测系统调整了技术标准，一些按现今标准被认为可以忽略的飞行物，现在会被识别和报告。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国内政治的日程表可能也是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温的原因之一。
过去10天的情况显示，气球事件不会轻易淡出舆论的视野。美国国务院宣称，气球是中国军方指挥的全球侦察气球编队的一部分，并与40多国分享相关信息。而美国商务部还趁机将中国6家实体列入黑名单，将气球事件扩散到经贸领域。该报认为，气球事件显露出美国真实面貌的一角。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流浪气球事件仍在发酵，美国宣称已从打捞的残骸中找到传感器，但并不知道后来击落的3个不明飞行物究竟是什么，有什么用途。那您怎么看这种微妙的变化？主持人好，你的观察呢很敏锐。的确呀，美方有意呢在流浪气球事件上降温，或者说呢在调弦。与中国民用飞艇被击落时候的蛮横无理相比，美国政府的语气语调都在变化。最明显的呢有3点，一呢是对后来击落的3个飞行物就用不明飞行物来描述，不再说气球，也不指名道姓的说来自中国。这一方面说明呢，他们的确不知道击落的气球飞行物究竟是什么，做什么用的。迄今为止呢，不能够证实这些飞行物曾经发射出通讯信号，也没有发现呢有任何推进器。另一方面呢，则证实美国的武力攻击行为呢太鲁莽，小题大做，变相承认中国的批评呢是有道理、有根据的。那么对于第一个被击落的气球呢，美国说呀，虽然从打捞的残骸中呢找到了传感器，也一样不能确定做什么。传感器的用途呢是很广的，包括气象探测、环境探测、家用电器等等，并不是单纯的用于情报搜集。二是对美军击落飞行物的理由呢在发生变化。最初呢是以侵犯美国领空为理由，那么看到这个站不住脚以后呢，逐渐的变调成可能影响民用航空的安全。最新的说法呢出自美国防长奥斯汀，他说呀，这些物体呢不会对地面上的任何人构成军事威胁。那么言外之意呢，就是美国武力击落的行为呢反应过度。白宫发言人呢也承认，美国现在没有理由怀疑他们是用来监控的，但也不排除有此可能。这说话语气呢显然是虚弱了很多。3是美国官员呢已经主动的向中国打电话，这个美国防长呢就给中国打了电话，只是呢被中方拒绝了。这似乎呢是向中国解释点什么，是不是呢要交个口头检讨？白宫国安发言人承认啊，气球事件呢是无助于中美关系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迈进。中美关系呢要向双方希望的方向迈进，那就得对话交流，相互沟通，消除误会误判。美方呢对气球事件的语调变化和中方一直以来啊对美国这个气球的理性态度，似乎呢都显示出啊这个双方呢正在向缓和关系的方向迈进，也就是中国所坚持的斗而不破。但是呀，真正要坐下来谈，美国呢还需要做很多，光摆个姿态说几句软话还是远远不够的。那您认为美国怎么做些什么才能消除气球事件给中美关系带来的伤害呢？中美气球争端中呢有很多的谜团，也许呢在近期内是难以全部揭秘的。但是呢，中美关系呢是事关全球稳定，事关全球经济在新冠疫情后的复苏，所以啊，处理气球事件呢需要高远的眼光和高超的智慧。那么围绕气球事件，美国呢该怎么做才能得到中国的谅解，让中国消消气呢？那就按照美国呀应对南海军机相撞的这个方式处理。首先呢，美国得表示歉意，用武力攻击民用飞艇要做出解释。2呢是按照中方的要求归还飞艇残骸，定一个大致的时间表吧。3呢是这个美国呢解除对中国6家生产气球和飞艇设备的企业的限制，不能动辄呀就要拉黑名单。这个4呢是同步进行外交协商，今后呀遇到类似的事情如何加强沟通，避免用武力来解决。这件事呢可能要花时间去做，但是能够动起来就是好的迹象。而对于中方来说呢，我们是自有定力，有自己的战略目标，要努力的避免被美国反华鹰派牵着鼻子走。美国呢歇斯底里，我们呢就更要把控好情绪。我呢比较赞同一位中国学者的观点，他说呀，中国最重要的事就是拼经济能够持续的发展，发展呢才是硬道理。那么在对待气球事件上呢，中国也要以发展为出发点，发挥理性力量，而不是简单的情绪力量，
把这摇曳的中美关系呢扭到稳定轨道上，这对中美对世界都是贡献。中方呢现在的克制理性呢，体现的就是这种精神。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近日，菲律宾船只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闯入中国仁爱礁海域，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海警依法采取驱逐措施。中国外交部连续2天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国海警船依法维护中国主权和海上秩序，现场操作专业克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域外国家，美国持续炒作事件。13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声称，美国站在菲律宾一边。美国国务院还发布一份颠倒是非的声明，无端指责中国海警的执法行为挑衅和不安全，又声称将促使美国援引并履行在两国共同防御条约下的防御承诺。中方连续2日就事件作出回应。美方动辄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中国进行胁迫讹诈，这丝毫不会动摇中方维护本国合法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汪文斌强调，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是美国一手炮制的，完全是一场政治闹剧。所谓的裁决是非法无效的，不会对中方在南海的权利主张产生任何影响。中菲日前已通过两国外交部建立的涉海沟通机制，就此进行了沟通。目前有关海域总体平静。根据菲律宾媒体披露的细节，2月6号，菲律宾一艘海警船接近仁爱礁，为坐滩仁爱礁浅滩的菲律宾补给舰运送轮换人员以及补给物资。中国海警船5205舰发现这一情况，并展开执法行动，并不断使用无线电警告菲律宾船只：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范围内。当天下午6点，在菲海警船航行至距离仁爱礁约10海里处时，中国海警5205舰2次亮起绿灯，并在距离菲海警船4海里处越过其船头，阻止菲舰船继续接近仁爱礁。据报道，中菲海警船距离最近时为约100多米。菲律宾海警声称，在此期间，中国海警5205舰向菲海警船进行了军事级别的激光照射。菲律宾海警表示，菲方海警船舰员出现了短暂的失明。为了确保安全，菲海警巴拉望岛区域协调中心下令放弃这次任务，并撤离到菲站马欢岛待命。通过媒体和外交部的反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海警船是合理合法的维护中国的岛礁主权。那么至于呢进行激光照射，我想呢，海警船的激光照射肯定不是武器。它仅仅呢是一种警告。仁爱礁隶属中国海南省三沙市，位于南沙群岛美济礁东南约14海里处，南北长为15千米，东西宽度为5.6千米的环礁。低潮时大部分露出水面，中间有一个面积约为30平方公里的西湖。历史上，中国渔民一直将仁爱礁作为重要的捕鱼场所和避风场所。1999年5月9号，就在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第2天，菲律宾当局派出一艘2战时期濒临退役的登陆舰马德雷山号驶向仁爱礁，最终坐滩到了西北侧礁坪不肯离开。有外媒分析卫星图像后表示，多年来中国海警船一直在仁爱礁附近巡逻。过去20多年间，中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在通过中方海警的检查后，允许菲律宾渔船或者民船对坐滩的马德雷山号军舰上的人员进行定期补给。期间，菲律宾方面多次想用海警船甚至军舰运送水泥、混凝土等建筑材料，但都被中国海警船拦了下来。分析指，菲律宾这次试图强闯仁爱礁，与美方近来不断搅浑水关系很大。去年11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菲律宾，特意去巴拉望岛访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普林塞萨港，并登上其最大的一艘特蕾莎·马格巴努阿号新型执法巡逻舰。哈里斯还在演讲中宣扬美国对重振美菲安保同盟的决心。今年2月初，美国防长奥斯汀访问菲律宾期间，美菲双方宣布全面加速实施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同意在非战略地区指定4个新基地供美军使用，并完成协议中现有5个地点的项目建设。美国《纽约时报》当时曾表示，这是30年来美国首次在菲律宾拥有如此大规模的军事存在。
菲律宾亚洲世纪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安娜·马林伯格巫伊则撰文分析称，这将在非中之间制造不必要的、无理由的紧张和争议，是一条危险道路。菲律宾可能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安全和军事行动的发射台。值得注意的是，2月8号至12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日本。就在结束访问的当天，马克思表示，如果能够增强海上安全，并为菲律宾渔民提供更好的保护，那么菲律宾没有理由不与日本签订访问部队协议。值得警惕的是，马克思还声称，一旦台海有事，我无法置身事外。菲律宾和日本加强军事合作，很明显就和美国加强军事合作是一个道理的，要把日本的自卫队引入菲律宾，来保卫所谓菲律宾的安全。所谓两国部队的互访协定，那菲律宾的部队不会到日本去驻扎，而仅仅是以相互的交换作为一个借口，实际上要怂恿日本的自卫队到菲律宾去驻扎。那日本有没有这个意愿呢？我估计日本人可能是有这个意愿的，因为日本从2017年向南海派出舰只巡逻以后对南海的野心越来越大，想通过南海对中国加以制约的政策越来越明显。观察指出，尽管美日与菲律宾合作有针对中国的意图，但马克思依然保持了一定的战略独立性。马克思此行期间接受日媒采访时强调，地区安全问题应在当事国之间展开协商，而他在与东京探讨签订访问部队协议时也会谨慎行事。我们不想显得是在挑衅。菲律宾作家吉娜·阿波斯托尔日前投书美国《纽约时报》表达担忧。他认为，美国扩大驻菲律宾军事存在这个消息令人感到眩晕和受伤，因为这是美国军队打着东亚安全的幌子进行的又一次悄悄占领。吉娜说，美国插手菲律宾军事安全完全是出于贪婪和地缘政治的原因。日本防卫省公布消息称，中国海军一艘测量舰于2月12号驶入了鹿儿岛县乌九岛南侧的日本领海土嘎拉海峡。日媒还炒作称，中国测量船1年多以来7次航经此处。事实上，中国国防部此前已经强调，土嘎拉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领海海峡，中国军舰通过该海峡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航行自由原则。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12号发布消息称，中国海军一艘测量舰当天驶入了鹿儿岛县乌九岛南侧的所谓日本领海。日本防卫省称，测量舰12号凌晨0点50分左右在乌九岛以南领海外侧的毗连区航行，随后向北航行。凌晨2点半左右在乌九岛西南驶入所谓领海，约1小时40分钟后，在凌晨4点10分前后从乌九岛西侧的口之岛东北驶出所谓领海，之后向西往东海方向航行。海上自卫队巡逻机和舰艇进行了监视。据悉，中方船只穿越的是土嘎拉海峡。日本共同社报道称，中国测量舰多次驶入鹿儿岛附近海域，最近一次是在去年12月。2021年11月以来，中国测量舰多次驶入，这次是第7次。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了强烈关切。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3号称，近年来，中国军事活动在日本周边变得活跃。共同社报道称，测量船通常的作用是调查海底地形，以便潜艇航行。为了美军军舰自由进出，日本公布了2种方案的领海制度，而土嘎拉海峡则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海公约等国际法规定，属于适用过境通行制度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各国舰船享有国际通行权，无需事先通知或批准。中国国防部此前曾强调，中国军舰通过该海峡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航行自由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同类情况发生时，日本防卫省也曾表示，中国军舰的航行不能说不是无害通航，也不是违反国际海洋法条约的行动。从日方发布的照片来看，出现在该海域的是中国海军海洋20号测量船，也被称为竹可真号。这是一艘636A 改进型综合海洋调查船，载有20多种测量系统，在执行海上作战的准备工作中，可对距岸100海里以外海区进行水深测量、海底地貌测量、海底表层地质探测、海洋重力测量、海区温度、海洋气象观测及投放军用浮标等。
636A 型远洋综合测量船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噪音小，甚至超过很多反潜舰只，被称为大洋黑洞。众所周知，海洋测量船在工作时会用到主动声呐对海底以及各种海洋水文进行探测。自身船体噪音会直接影响舰船工作效率，所以噪音越小越好。采用各种减噪、降噪措施后，636A 型测量船的性能得到大幅提升，既减少了被敌方发现的概率，确保了自身安全，又能提高工作效率。636A 型远洋综合测量船在军民领域都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既能进行海洋科考、资源开发，又可以进行海洋战场侦察、信息搜集等。对于中国走向远洋、维护国家和海洋利益有着重要意义。中国测量船进入这个地区测量，肯定是属于国际水道，而不可能进入日本领海去测量。既然是国际水道，那是我们进出太平洋的一个重要通道，我们当然有权利对这个地方进行测量，因为我们的潜艇可能在进出太平洋的时候要经过这里，军舰也有可能要经过这里，所以作为一支军队，他要熟悉海洋的水文情况，这是正常的。美国那个军事测量船、军事调查船，那全世界各大海洋各个地区天涯海角他都跑遍了，那有人指责过吗？那你既然你不指责美国，你有什么理由指责中国呢？这不是一个道理吗？日本对于中国测量船正常通过土嘎拉海峡感到紧张，也是做贼心虚的结果。因为在附近海域就有多处意图对华造成军事威胁的基地。在乌九岛的东北方是种子岛，日本最大的宇航研究中心和航天发射中心种子岛宇宙中心就位于此。1月26号，日本在这里发射雷达7号情报卫星。而在种子岛西部仅12公里，就是日本未来要重点打造的不沉航母马毛岛。1月12号，马毛岛军事基地建设工程正式动工。马毛岛南北长4.3公里，东西宽3公里，总面积8.2平方公里。日本防卫省计划在马毛岛上铺设飞机跑道，专供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此举不仅将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还可加强西南方向的战略部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马毛岛这个面积不大的火山岩岛，有朝一日可能被当作美国海军在亚洲一旦发生战争时不沉的航母。永久陆上基地比航母更为重要和有价值，因为它们能经受得住高强度打击。相比航母海上移动平台，陆上基地抗损毁能力强，即使遭到战火破坏，也可以很快得到修复。除了具有 F-35隐身战机及航母舰载机起降训练功能之外，马毛岛还将建设深水港湾、停靠航母以及潜艇等海上作战编队，打造成为日美联合以及海空前立体多维综合性军事基地。必要时，马毛岛军事基地随时可以转变为战机作战出发的前进基地，从而成为日本在西南方向的重要战略支柱。日方配合美国渲染中国威胁，也有为自己军事松绑行为找借口的动机。多家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安东尼·科顿1月26号写给国会的简短信函，再次炒作起所谓的中国洲际导弹发射井数量超过美国，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而日本媒体日前则炒作称，中国考虑到2035年将核弹头数量增加到900枚。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3号进一步渲染称，中国大范围且迅速增强核武，已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第一层目的呢，还是借炒作中国核弹数量增加来炒作中国威胁论。第二层含义呢，就是为日本进一步加强军力，来对中国防范，做准备、做渲染，因为他要大规模增加军费，那得赢得日本公众的支持和同情。那他怎么赢得日本公众的支持和同情呢？就渲染有一个大敌人，对我们天天高悬利剑进行威胁。那这个时候日本老百姓就害怕了，认为你增加军费，你增加军事开支，你增加武器装备就是合理的。日本近期不断强化军事部署，招致俄罗斯的强烈反对。
日本政府计划2026年前后在北部的北海道和南部的九州岛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有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如果日本部署美军远程高超音速武器，那么俄罗斯整个远东都在其3000公里的射程内，这将导致该地区朝世界末日的场景发展。2月1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鲁登科回应称，莫斯科正在密切关注日本军事能力的发展，如远东地区出现任何威胁，包括日本边境岛屿上出现高超音速导弹，俄方将立即做出符合其国防政策的反应。据悉，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引进高超音速导弹高速滑翔弹，这是一款从地面发射，弹头像滑翔机一样以超音速分离并滑翔，最终摧毁目标敌人的远程导弹。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打击精度高。导弹在大气层内滑翔机动性能强，可随心所欲横向变轨，加上速度非常快，其拦截难度远大于传统导弹，甚至被认为是以现有技术无法拦截。此外，据日本产经新闻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允许美军在其境内部署中程导弹。报道指出，部署的导弹可能是美军正在开发的远程高超音速武器或战斧巡航导弹。此前，还有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新财年防卫预算已经包括购买500枚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耗资约合109亿元，计划部署在宫古海峡南北两端。俄罗斯在远东地区，部署了大量的中远程导弹，其中呢有高超音速导弹，对日本呢，具有可以直接攻击、直接威慑的能力。俄罗斯在这些地区呢，还部署有大量的核武器，包括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当然呢，核武器轻易不能使用，但是呢，它的确是一种威慑力量。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你好。美官员颠倒黑白攻击中国海警在南海的执法活动，那么紧接着又传出日本想跟菲律宾签署防务协议，获得跟美国一样的非军事基地使用权。那您对此怎么看？美日操弄的手法是《孙子兵法》里典型的求是之策。打个比方，把南海比作石头，如果按照中国跟东盟、中国与具体的南海问题国家友好协商、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那么这块石头就等于放在平地，根本没什么危险。但要像美日那样搞集团对抗，故意放大某些国家与中国的分歧纠纷，这形同把石头放在山坡上往下滚，这就叫做势。当前呢，我们和美国、日本这样的域外国家在南海的博弈焦点，其实就是布势与迫势。拿菲律宾来说，美日对华实际的政策是控局前提下的全面竞争，这包括激活中国周边的热点，消耗中国，同时为他们结盟恶华创造机会。从趋势看，美日都清楚，菲律宾军事上压根儿不是中国对手，况且南海就在中国家门口，美日哪怕替菲律宾强出头，也有很大的风险。而要破美日的势，我们也要拿出软硬的两手。一方面呢，我们以军事为后盾，持续提升南海维权能力，一定要有实力和决心。如果有摩擦，一定要取胜控局。另一方面呢，我们将强大可靠的实力与和平发展的理念结合，建立融合的权威，吸引继而引领南海诸国迈上合作共赢的道路。这当中既要有怀柔，也要有惩戒，特别对个别挑衅上瘾、反复横跳的国家予以经济围堵，让它成为域外大国的经济包袱。那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日本，防卫省宣称，近期中国军方测量船在九州至冲绳间水域出没频繁，并就此发出外交关切。那您认为日本为什么对中国测量船活动如此在意呢？首先，我方船只活动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侵犯日本主权，日方提出外交关切属于小题大做。其次呢，日本测量船带敌意的对华刺探长期活跃密集，并多次侵犯我主权，日方拿我们的测量船说事，意在掩盖自己的不法行为。第三呢，随着海洋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各国在水文气象等方面的竞争，要求我们绝不能放松这方面的工作。别看海测船没有军舰那般威武，
但它是一切远海、深海活动的先锋，既可测量海区航道水深和驻航标志，又能调查搜集海流、潮汐等海洋水文资料，为绘制海图提供保障。它还能探测海底地质地貌，为国家维权乃至划界提供有力支撑。拿中日的海洋问题来说，海测能力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双方在东海资源谈判中的地位。日本提出主张时，往往因为没有测量船提供的数据支撑，不得不在我方严正立场面前偃旗息鼓。撇开权益不谈，海洋测量更对国家安全有重要意义。通常讲，海测包括海道、水文气象、水生物理测量等等，每一项都关乎我们的国家安全。比如，海道测量可以完成海底的地形、地貌、磁力、重力的测试，成为绘制海图的基础。而海洋水文里的温度、盐度、深度三大静态要素，以及海流、海浪、潮汐三大动态要素，都将决定水面水下航行的安全，以及登陆、抗登陆作战的成败。更重要的是，海测数据是不会立竿见影的，因为测量本身就是长期积累，对军事而言就是环境营造，它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完善的海洋数据库，这才是对国家安全无比宝贵的财富。从情报及安全的角度出发，我们更应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待海洋测量，不仅要保护好我们的海洋数据，更要丰富完善对我国安全与发展极有价值的数据信息，为构建周边海洋安全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主持人，好，谢谢吴健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